这么深的地下都能感到震动，外面那一击恐怕已经决定胜负了。这二人气息好像是本王前不久发现那群人族修士中的2个，那些家伙还真是没用，这么点事都无法办好。不死王，附近地下有一片灵磁石脉，这二人有本事不受影响的从地下遁走，这倒无法怪罪你那群手下的。这不是让这二人逃掉的理由，回去本王自会好好处罚他们。你二人能逃到这里，也算有些本事，不过也就到此为止了。不死王，且慢！这2名人族似乎不是一般人族修士，那人背后刚才显现的好像是天凤和鲲鹏的真影，另一人足下好像是真龙族变种5色球蛟的一缕精魄，有些意思啊。转轮王，你这话什么意思？难道想让本王放他们走吗？还有，在下可不喜欢别人直称尊号，阁下还是叫在下姓名吧。这倒是本王的疏忽。梦祥大人，刚才你我不是还在为那事情争执不下吗？不如就利用这2人打个赌如何？打赌？什么赌？我2人就以刚才争执之事为赌注，分别出手诛杀这2人，谁先得手，就算谁赢得赌注，如何？区区2名化神修士，我们一出手，他们就一命呜呼了，如何分得出什么胜负？这2人都不是普通的化神修士，况且我2人自不能亲自出手，不如各自派出自身的一个昌奴动手，如何？如此一来，想来这2名人族也能应付一下，足够你我分出胜负的。昌奴，好，就以你之言，难道我还会怕输你可？你2人也听到了我们之言了，给你们一次活命机会，让你们先走出千里之外，我2人才会出动昌奴。但你2人别想着分开走，你们2人之间距离只要一超过100里之外，就休怪我2人亲自出手了。千里？不错，当然若是一炷香时间到，你们没有遁出千里之外，我也会同样派出昌奴的，别妄想什么侥幸。好，萧道友，我们走。这面日光佩是用至阳之力凝令而成，纵然是合体大成夜叉王，也不可能单凭神念侵入里面。我们下面可以放心的交谈了。有何可交谈的？此次我们恐怕真的九死一生。道友觉得，那2名夜叉王的实力大概如何？起码也和我们人族合体期修士相当。虽然我无法探查他们的具体实力，但我也曾经见过木族的银阶木灵。可给我的感觉还远没有眼前这2名夜叉强大。他们可能这是大夜叉王？纵然不是，恐怕也是仅次于大夜叉王的存在。萧道友，可知道对方口中的昌奴是什么？对方好像信心十足的样子。这个小妹倒真从师门长辈那里听说过一些，听说是夜叉族中的王级存在，都会豢养的一种半敢半妖的东西。平常是以夜叉王自身的精血喂食，所以若这2名夜叉真是大夜叉王，哪怕最次的那种昌奴，我们也根本不敌的。而根据品种不同，大概会有夜叉王本身的1/10到1/3不等的神通，故而会随着夜叉王的实力增高而增强。事到如今，我2人最好将自己的大概神通和实力稍微互相交代一下的好，这也方便我们联手应敌。怎么？萧仙子真打算硬拼这些昌奴？不击退他们，我们怎逃得性命？道友不会当那2只夜叉王是摆设吧？若是那昌奴击杀我们还好说，若是反被我们击败，你以为他们真会不亲自出手？他们从头至尾都没有对我们许诺过，只要击败昌奴就饶我们性命吧。那道友可有何良策？没有。若是长奴真像你所说的那般可怕，
我们连眼前这一关都无法应付，又如何能逃过那2名夜叉王的锁定？或者能马上在附近发现一座传送阵，传送到数万里之外，这才能逃之夭夭。不过，萧道友所说互通神通，好联手应敌的建议，倒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。最起码可以多保住小命一会儿。2个东西距离我们不足300里了，遁速之快远在现在之上，以现在速度，无法拖延多久的。交手之地，还是离那2名燕叉王越远越好。我来助你一臂之力吧。多谢韩兄相助。这种施法十分消耗法力，我也无法持太久，并且也不能真逃太远去，否则2个夜叉王恐怕会出手干涉。这个自然，韩兄还是多留些法力应敌的好。小心，这2个东西速度很快，千万别被他们身法迷惑了。我的辟邪神雷竟然对他们无效，看来他们并非什么邪物成型祭炼出来的，一些至阳辟邪的功法，估计对他们没有多大作用，只能面对面硬拼了。